和离吧。我重生了。这些年我给你生了9个女儿，你曾许诺只要我生下儿子，你就同我和离。如今是时候了。16年前，我妻苏婉汤随父被贬，流放到这穷乡僻壤。那日他投河，我将他救起。我与他成婚，用救命之恩绑着他，不生儿子便不放他走。这16年来，他不停与我同房生子，可却接连生了9个女儿，遭村人耻笑不已。我巴不得他永远只生女儿，这样他就能陪我一辈子。如今沈家已有后，我欠你的恩情已偿还，和离吧。我不离。沈怀安，你这个卑鄙小人！苏万堂，按大周律法，夫妻和离一方不同意就别想离，你就老老实实在炕上奶娃。上一世我一个人砸锅卖铁，把10个孩子拉扯长大，孩子们却还是恨我入骨，让我惨死血液。别哭了，姐姐给你们做饭，多吃点。3日后姐姐嫁了人，你们就吃不到我做的饭了。上一世我为了养活女儿们，把大凤许给村长侄儿赵七做小妾，换来5斗米粮，亲手把她推入火坑。大凤，你是我和你娘的骨肉，我绝不会把你卖给赵七的。你别碰我！说的轻巧，赵七给的2两聘银，为了请稳婆早花光了。3日后他就要上门要人了，你拿什么退聘？苏婉堂，就算你不爱这些孩子也没关系，和离你想都别想，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带孩子，钱和吃食，我现在就去想办法。你莽夫！娘，我看他收拾东西，就是想跑路吧？前世我身无长技，只剩一身打猎的蛮劲儿，山上倒是有猎物，可这大雪封山，连个兔子脚印都看不见。3天，这山上哪有机缘？神山中龟甲现，每日一卦，补凶吉，觅生机，寻大道，平天下。是龟甲卜卦。西北方10里外，运势小吉，崖下有宝。西北方10里外，运势小吉，崖下有宝。龟甲竟然连方位和距离都给了，靠山吃山，看来只要在这座山里有了这龟甲，就能问机缘，补凶吉。往日你爹不成器，今日怎的突然转性了？娘，别信他，狗改不了吃屎。若他真有本事，我们也不会落得这个地步。大凤，去把缸里还剩的那点白面拿出来，我给你们做烙饼。娘，那白面是咱下个月的粮食呢。去吧，既然你爹说能找来吃食，咱们就不惜这点白面。娘，你怎么还信他？如今终于给他生了个儿子，他也能在村里人面前抬得起头了。当初我为了活命，故意跳河被救，逼他与我成婚，他恨了我一辈子，如今不离，倒是正好。赶上这饥荒年，连山上下能烧的草木都烧尽了，村里人真也是被背到绝路里。无妨，人不给活路，老天爷给。命差点没了，这哪是小鸡，这明明是大凶！啊！灵芝，不对，灵芝不是这个颜色，是赤色老母菌，表面有褶皱和同心环纹，和灵芝极为相似。绝大多数人都不懂，拿它当成宝，但价格远不如灵芝值钱。可它能入药，卖给药房，在这大雪天换些米面不成问题。难道还有宝贝？这是太岁。太岁乃地之精，千年不腐，食之延年益寿，可谓是价值连城。可惜方圆10里不一定有人识货。起码有个50斤，这下大凤能给我好脸色了。
苏万堂，算了，我就算再有本事，也比不上他远在京城的秀才哥哥。你放开我女儿！放手！我回来了，你爹已经收了我30两银子，你就跟我回家吧。大棒！赵七，你放开我女儿！谁欠你的银子，你找谁去？沈淮安，你不是人！沈叔，你可算来了，快来搭把手！你女儿不肯跟我走。不说好3日为期吗？哎呀，沈叔你放心，这筐鸡蛋我给岳母补身子，晚3天早3天有啥区别？大凤今天就跟我走吧。赵七，求你别带走我女儿，她还小啊！我看。沈淮安，我虽铁了心与你和离，但大凤毕竟是我亲骨肉，算我求你，求求他别卖了他！爹，你别卖大姐，要卖我吧，我能干活，我不怕吃苦。爹，你卖我吧，别跪，是他铁了心卖我，你们跪他有什么用？二凤。劫走以后，你就是这个家最大的，照顾好娘和妹妹。这5斗米够咱家吃一阵子，只是以后姐姐不能再护着你们了。少废话，走！沈叔，这就对了嘛，卖女儿就要有卖女儿的样子。小七，给老子滚！你疯了，打我！比老子还大，少他妈叫老子叔！小七，给老子听好了，这些都是我宝贝女儿，我一个都不卖。他说什么？我是宝贝？不卖？那弟妹们吃什么？我们拿什么活？沈淮安，少在这充好汉！要么把大凤给我，要么掏钱退聘。钱，你掏得出吗？聘银没有，但这些可以抵给你。这是灵芝？这不是灵芝。你少他妈骗我！这不是灵芝是什么？哦，对，这不是灵芝，这么多这么大灵芝，发了，卖了灵芝娶媳妇儿，娶了媳妇儿上京城，上了京城当官老爷。怪我没藏好这宝贝，这下血亏。这个归我，那团烂肉你自个儿留着喂猪吧。今日这灵芝只算利息，本钱你还欠着，过3天你还还不上，大凤我还是得带走。什么？赵七，你个无赖！岳母大人，门口那筐鸡蛋，你拿着给大凤好好补补。慢着，那要是我皇上，你就得跪下，给我妻女磕3个响头。好，要是你皇不上，除了你家大凤，你和你娘子也得上我家做1年的长工。不要答应！一言为定。还以为他变好了，原来还是改不了这赌鬼性子。好了，孩子们，钱的事我会想办法。咱们今天把这鸡蛋吃了，好好补补身子。怎么感觉这个泼皮无赖怎么变得这么靠谱了？不过这样的爹又高大又帅，唉，要是他能一直这样就好了。醒了，趁热吃，坐月子不能亏了身子。
他还会恨我吧？毁了他和青梅竹马李朝的婚约，不过是为了把我们喂饱，回头卖个更好的价钱。你们可别忘了，他和赵七还有赌约呢。看，他又想当东西换钱。龟甲龟甲，今日山中机缘何在？兵器？可这深山怎会有兵器？龟甲不会无的放矢。既然指明了，就去看看。别把钱都赌完了，家里还剩什么你心里清楚。儿子还得活。姐，我觉得爹不是去赌，而是去给我们打猎了。龟甲所提示的兵器应该在此处，不过这四周全都是光秃秃的峭壁，兵器能藏在哪儿呢？秦汉时期的毛插在这，历经千年风吹雨打，竟无半点锈迹，轻盈又锋利。这是商子，这荒山还有。好香的味道，是头熊的。这野生熊獐子下腹部有麝香腺，不仅是名贵的药材，还是进贡朝廷的名贵香料。麝香还是最珍稀的当门子，比普通的散香还要金贵。这东西可价比黄金啊！虽然满口血腥，却回味咸甜，还不错，瞬间就充满了气质。剩下的獐子肉就带回去给丫头们和晚唐。等会儿丫头们看到这獐子肉，一定会开心，终于有个爹样了。至于苏晚唐，就算嫌弃我是个大老粗，能吃肉，怎么得也能给老子露个笑脸吧。二凤三凤！二凤三凤，你们千万不能出事啊！二凤三凤，你们来这儿干嘛呀？娘不出奶，我俩想打野鸡给娘补补。爹，救命啊！爹，好了。爹，你真不要我们了？原来大姐说的是真的，爹一直都没有变，他还是这么坏。沈淮安，你是王八蛋！一股虎皮全是银子，这一毛下去，够全家吃半年。天诛天诛天地天生我八方风雨化宿命感惊奇回溯着光离洒热血的光一片浪动开出暖阳心之所无数天万剑散发无尽的锋芒三凤，你快跑！体能上进一样的岁月不止为你要初心坦荡奔赴谁长
往日这时候他早回来了，今天这么晚了，该不会……娘，爹和二姐都被老虎吃了。他死了，老天爷才不会让这种祸害早死。娘要上山，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二凤我也要带回来。娘，你还在坐月子。大凤，你收拾东西，快带弟弟和妹妹们离开这儿。你们爹死了，那赵七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快，赵七来了！娘子，我回来了。娘子，我回来了。他居然第一次主动抱我，还哭得这么伤心，是担心我死了，还是担心自己以后没人依靠了？你伤得严重吗？娘，爹他今天打死了老虎，还带了好多肉。什么？让，还没熟。当时白虎朝爹扑去，爹一下刺穿那白虎的眼睛，可威风了。爹是大英雄，二姐也是。娘，你吃，你身子弱。娘，吃我的。爹，你也吃，肉我吹过了，现在温度正好呢。别让了，管够。今天敞开肚皮吃，这么多肉吃不完都该浪费了。不会浪费，待会儿你们吃完，我就把这些肉裹上盐晾起来，这样能管上1个冬天不会坏。可咱们家的都是土盐，能腌透肉吗？古书上有记载，怎么把粗盐筛成细盐的。孩子们，你们想和娘学做细盐吗？晚唐读的书多，有文化，他会提取更洁净的盐。大姐，你怎么不吃啊？我不吃。别看他说的那么好听，万一吃了他的肉，又要被他卖给哪家地主老财了。放心，爹绝不会卖你们任何一个，你们都是爹的心肝宝贝，放心吃。大姐，爹真的变了。不就是打点猎，等哪天没钱了，照卖不误。今天弄的麝香，乡里人不识货，出不了手。明早我去城里看看，把虎皮和麝香一块卖了，能卖不少钱。他还是不信我吗？等收拾好了，给你们做件虎皮褥子。为了儿子，命都不要了。或许我不该再拿旧眼光看他，可从前你拿救命之恩绑着我，逼我生儿子，到底对我有几分真心？爹，等一下，肉干，你路上饿了吃。还是女儿疼我，还绣了这么好看的口袋。这口袋是娘给你绣的，她还帮你绣了很多很多的口袋呢，方便你去打猎装猎物的。走了。四十有贵人，就在镇上药铺，看来可以当调当门子。可今日运势为什么是小凶？抓药有方子吗？不抓，我来卖东西。什么破烂玩意儿，黑不溜秋的，腥臭难闻，拿走拿走，别脏了我的柜台。掌柜，您仔细瞧瞧，这可是麝香啊，上好的当门子。麝香，我在这行干了30年，麝香长什么样我会不知道？你这分明是驴皮熬的焦疙瘩，那破玩意儿白送都没人要。慢着，这是当门子，极品的当门子。什么？这东西你从何得来？山里猎的，这位老板识货。这东西我高价收，壮士开个价。 50两。成。
极品当门子，这个价公道。壮士，你这虎骨成色也极好，正好可以泡酒。敢问，卖5两银。若还有好货，记得到城中万发钱庄找我。这些钱退给赵七，还能再剩点，先给娘子女儿们买些御寒的厚羽被褥，还有吃食，一步一步来，先让他们吃饱穿暖。掌柜的，把你们店里上好的皮货都拿出来。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沈怀安呢？给老子滚出来！你有何事？何事？你那男人看破烂野军骗老子银钱，那可是老子的老婆本儿。怎么会这样？给你3条，要么还银子，要么把这儿子给我抱走抵债，要么大凤我今天就领走。我跟你走，别动我弟弟！你要是带走了大凤，等我夫君回来，他定然不会放过你。他要是在，早该回来了。这小娘们就是好哄啊！你丈夫白得了这么多银子，估计现在早揣着银子跑路了。娘，你看吧，爹根本就没有真心要退聘，他就是个不靠谱的。他跑了，根本不管我们死活。这么有劲儿，以前总是盯着你们家大凤啊，却不曾想我这岳母也是风韵犹存啊。不如你们母女2人都来伺候伺候我。今日已过去大半，明明顺利极了，为何卦象却是凶？难道……不好，定是晚堂和丫头们。你不让我搂，那我可就搂你女儿们了。夫君一定会回来救我，他会打断你的腿。哎呦呦，玩了这么久的老鹰捉小女，你还想着沈怀安从天而降来救你们母子吗？痴心妄想！别过来！再敢向前一步，我就立誓死在这里。你要是不怕背上杀人的罪名，你尽管来试试。贞洁烈妇啊！哼，老子可是村长侄子，就算你们娘儿几个死干净，衙门里也不过是多记一笔。到时候不仅是你，你这9个女儿我都要。沈怀安，你今天不宰了他，你就不是个男人。沈怀安，你是个男人吗？是男人今天就打断他的腿。只断腿吗？娘子，你也太心善。沈怀安，你敢死！沈怀安，你来回骗骗，还打伤我，我要报官，让你下大狱！你强抢民女，告到衙门，你比我判得重。你放屁！这小贱人就该是老子的人！这沈怀安以前只是窝囊，现在动不动打人，越来越不学好了。哎，怀安，你这是咋回事啊？赵七强抢我女儿，动手打我媳妇儿，我打断他的腿。沈穆家，沈富贵，你们谁要是觉得我做错了，大可以替他出头。沈怀安，我是村长侄子，我们赵家不会放过你的。没事了，他们从没见过我这样，这一毛把他们给吓着了。爹刚才那是对付坏人的，谁欺负你们，爹就跟谁拼命，但爹永远不会伤害你们，都记住了吗？姐，二凤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你没事吧？他这是关心我？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儿？好了，坏人打跑了，该领赏了。
或许他并非只在意儿子，对女儿们也同样挂拽。胭脂，买这个干嘛？浪费银子。集市上顺手买的。他这是什么意思？是嫌我老了？半老徐娘了，擦什么胭脂？你是存心臊我是吧？你不喜欢就丢了。我手头还有点银子，明天我就把屋子修一修，盖个瓦房，让丫头们都有屋子住。哼，这小妮子随我，倔得很。行，爹替你收着，早晚有一天，爹会让你亲手要回去的。退了拼，买了东西，家底儿还剩18两，明天还得进山看看。等再有钱了，就住进城里，将来谁也不用嫁人。哪个黄毛小子谁想娶我女儿，全给我当上门女婿。爹，您打猎那么厉害，能不能教教我们？我也想学，以后帮爹打老虎。今日不仅有大货，还有新的打猎工具。沈爷，我家黄老爷特派小的送上这柄青铜猎弩，还望沈爷若猎着什么稀罕山货，先想着皇家商行便是。哇，好漂亮！爹，你就带我们去嘛。你们这俩丫头随我，我沈怀安的女儿不能只会围着灶台转，有野心的、有本事的就得学。爹，野猪在哪儿？嘘，好大的野猪！野猪王，光肉就能出400-500斤，加上獠牙做刀柄、猪鬃扎刷子、猪皮熬胶，里外里比老虎都贵出1倍去。你们爬上去，待着别动，爹喊砸，再往下丢石头。爹爹赢了，太厉害了！我还以为爹爹要被吃了。怕什么？有你帮忙，猪王也得趴下。走，拖回去，一半卖了，一半回去给你们烧肉吃。哟，这烂赌鬼也来卖肉了，他能有什么好货啊？老板，半扇野猪肉收不收？给个价。想不到这烂赌鬼竟能猎到这么好的野猪肉，但他懂什么肉价？不咋地，1两钱。哎，你兄弟，这肉新鲜啊！我家老太太过寿，正愁买不到好肉，10两银子卖给我。10两？原来这野猪肉这么值钱，这我得收了。哎，我先问的，10两就10两，我收了。50文，谢了，兄弟。爹，原来那个人是……这老板想拿我当冤大头，那就让他尝尝被人当冤大头的滋味。回家。原来爹爹这么聪明，这么厉害。野猪肉卖了10两，加上之前的存银，拢共28两3钱。等攒够50两，就去城里盘个铺面，专门卖野味，比光靠打猎强。今天给你们露一手，来，帮爹和泥巴。
这么脏，入口的东西也不怕把一家人吃出毛病。哇，肉肉好吃还要。他怎么连这个都会？16年，我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去镇上，黄万贯说他们铺子缺皮货，围脖、皮袄都要。你要是能留下来帮我，等赶完了货，你再决定去留，成吗？好。娘，他这是拿你当苦力啊！什么皮货生意，谁知道是不是又跟赌房扯上了？以前说改，改过吗？你放心，这次黄老板给了定金。大姐，你看，是金色的，这是黄金啊！就这几颗金瓜子，抵得上白银30两。大姐，爹爹真的变好了，你别说爹爹坏话了。大凤，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爹。是，你们当然不怕了，被卖的又不是你们。是，我是只会围着灶台转。娘生你们9个，是谁伺候她月子？你们吃的饭、穿的衣是谁管的？如今你们一个个父慈女孝的，我反倒里外不是人了。你现在知道对娘好，哄妹妹们开心了。娘生9凤的时候差点死床上，你知不知道？我饿着肚子去河里洗衣裳，差点淹死，你又在哪儿？哼，就算赚了钱，也会全部赌掉的。大风，我不听，你们都是一伙的。大凤，爹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爹真的改了。你就是沈怀安，有人告你伤人之残，骗人2女。大人，就是他，沈怀安把我打成这样的，我这腿断了，这辈子废了呀！大人明鉴。敢问大人，他一个外姓男子无故闯到我家院中，动手要抢我15岁女儿去做妾，还推搡我坐月子的妻子，难道眼睁睁看着妻女受辱不成？至于他的腿是怎么断的，兴许是他拉扯我女儿时自个摔的，我只知护着我妻女旁的，我没看见，也不清楚。我这个从前，这几个丫头都巴不得我被抓走。大凤方才还在怨我，他们会为我说话吗？若在官差面前说出什么不该说的，我今晚就真栽了。你有何证据证明你这腿是他打断的？人人可以作证，你说是不是？我们当时在家啥也没看到啊！你们，蔡大哥，你问他家那几个丫头。算了，我不怪他们，只怪我这个爹当的。柴大哥，是这赵七自己摔在地上断的。对，就是他自己摔断的。2凤和3凤竟然帮我说话，你们都放屁！都是他女儿，当然替他说话。柴大哥，你可别信他们，这些大的都不老实，小的总不会撒谎吧？问那个最小的，他肯定看见了。小丫头，别怕，叔叔问你几句话好不好？9凤，你告诉叔叔，这个人昨天来你家了吗？来了。听见没有？他看见了。大人，你问他，我是不是被沈怀安打断了腿？2凤和3虎这些日子与我熟络，自然会帮我说话。9凤是苏婉堂一手教导，若是他故意将我送入官府，与我和离，该如何9凤，你如实说便是。坏蛋打爹爹，坏蛋打爹爹，爹爹疼，9凤哭。爹，娘，你们听到没？9凤第一次说这么多的话。行了，你私闯民宅，强抢民女在先，人家护妻护女在后，聘礼也退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李正，沈回安，北境战事吃紧，县衙新下军令，每户出适龄女子赴边军服役3年，负责洗衣、缝补、运粮、照料伤兵。你家年满14的女子苏婉堂、沈大凤2人全都带走。另外，日后你家再有女儿年满14，依照此例，来一个争一个。好啊，真是一出好戏！沈怀安，这就是你们全家的报应。大人，大凤才15，边军那种地方，他怎么受得了？这是军令，限期3日，3日之后我来带人。你若抗命，按大周律，抗旨不遵，全家连戒。大凤不想去，大凤也不想娘去。李正大人，我听闻朝廷有纳银代役之制，
以银抵人，免其复边。敢问大人，可有此事？倒是有这么回事。朝廷体恤民情，确允纳银代役，但每人50两，你家2个女人100两，你拿得出来？100两，就是把沈家翻过来也凑不齐呀。还是乖乖把妻女交了吧。3日之后，100两，我交。你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护住我，现在轮到我来护你们了，拿命换，我也要你们周全。你100两，沈怀安，你全家家当加起来，值不值10两都是个问题。大人只管3日后派人来取，拿不出100两，我沈怀安亲自去边军替他们服这3年役。好，3日后见银子，见不到银子，这2个女的带走，你也别想跑。我答应你，3天之后钱会到，你信我。你猎龙吗？能凑到100两？要是出了事，孩子们怎么办？原来刚刚护我，不是怕我出事没了依仗。爹，山里有宝，我信老天爷不会绝我一家人的路。没路了，路散了啊！这儿竟有一座古桥。是温泉。这么大条金玲珑里能得个好20两。咦，怎么这水还是咸的？叶灵，这玩意儿可遇不可求，菱角粉能清热解毒，其余也能卖给镇上，少说要40两。这些卖了，再拿家底凑凑，应该够100两。晚堂和大凤有救了。不过进城买铺片的计划可算是泡汤了。大凤、晚堂，你们看，太好了，大姐和娘不用去了，都亏了爹。金鲤鱼和猎鹰卖了得了61两，太岁卖给黄老板得了80多两，可以多添几头牲口，把家里缺的家事补齐。开春之后去镇上盘个小铺面，把皮货的生意做起来，再攒攒就能去城里换套像样点的房子住。你上来睡吧，被窝凉。好下吗？骡子能驮能耕，鸡鸭下蛋，鹅还能看家，租铺发家换新屋的大业又进了一步。那不是沈怀安从前的烂赌鬼，如今骡子都治上了。你不知道，李正本来要拉他娘子女儿去军队充数，结果还真让他用银子砸开了一条活路呢。估计是赌钱赌赢了吧？嘚瑟什么？今天赢了牵骡子，明天裤衩子都赔光。这么多牲口，这小子捡到宝贝了。哎，沈兄弟，上一世我这狐朋狗友范德彪带着我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这回他来找我准没好事，还是躲远点吧。兄弟，几天不见，怎么这么生分啊？哇，兄弟，你真是发了啊！快快，这么多钱，咱哥俩赶紧去千金堂快活快活。还给我，不然我打断你的手。好你个沈怀安，凭什么过好日子？有烂怎么一起烂？说笑的，瞧你认真的。兄弟，我研究出新玩法，10赌9赢，只要你跟我去赌坊，本钱翻一番。3年前欠赌方的账，白纸黑字，不跟我去就把钱还我。大家都来看啊，沈怀安发达了，旧账想赖。
娘子，把钱和赌牌拿出来。你说什么？拿出来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还要赌？我就不该信你！你果然还是改不了。也是，这些钱都是你挣的，拿去吧。啰嗦。哼。嗨，我还以为浪子回头呢。烂了半辈子的赌鬼，能说改就改。旧账连本带利还你。今日我沈怀安当众立誓，若再碰赌桌，有如死道。你他妈敢耍老子！你这辈子就是死在赌桌的命！想翻身就凭利息挣钱，再喊我去赌房，我这猎毛可不认人。傻愣着干啥？吃饭吧。娘的，那小子软硬不吃，还把头子摔了，当着全村人发誓戒赌，说要凭力气挣钱。呸！彪子，你是不知道，沈怀安那小子早在山里找了别的发财门路喽。啥门路？他天天往山下拖野味、扛皮货，不费吹灰之力。那山里到处都是宝，可他藏着掖着，不告诉外人。你是他舅兄弟，你问他总得说两句吧，总不能他一个人吃独食。明儿个我就找他去。接下来，不管沈怀安怎么走，都是死路一条。真是好皮子，往后有多少我收多少。怀安，这门路也带兄弟们一个呗。山中猛兽环伺，我是得了龟甲提示才能安然无恙。普通人贸然进去就是送死。山里有狼，没本事进去就是送命。我看你就是怕我们过得比你好。你不带路，那我们自己进山。往西北山区走10里地，那儿有些山鸡野畜可抓，但千万莫越狼牙横，不然神仙都救不了你。不劳你操心，兄弟们，走。快跑！官兵要来抓你！怎么了？范德彪他们进山没回来，官府贴了寻人考试，赵虎到处煽风点火，说你是故意给他们指路，引他们去送死。县太爷扛不住压力，不查了，直接要来抓人。好个赵虎，这是给我下套了。爹要是跑了，你们怎么办？你先回家，让你娘做好准备，爹想办法。时辰之中，胸中有光，逢凶化吉，尚有生机。范德彪他们没死。沈怀安、范德彪5人进山失踪，有人告你杀人害命，给我拿下！你们这群坏人，我不许你们污蔑我爹，我爹不可能杀人的。大凤平日里最是恨我，今日居然敢为我出头。对，我爹是好人，你们才是坏人，你们不准伤害我爹，不准伤害我爹！哟呵，小丫头片子，还敢阻老爷我？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抓进大牢里，让捕快的皮鞭给你挠挠痒？沈怀安，你可以不上山，咱们就这么耗着，看看到底是你女儿们的皮硬，还是本太爷的鞭子硬。我信龟甲所示，他们一定还活着，赌一把。大人，抓走我你什么也得不到，给我3日，我进山找他们回来，你好向百姓交差。找不回，你再治我的罪不迟。您什么也不损失，还能落得个宽仁的名声。大人，他就是想拖延时间。本官就给你3日，不然2罪并罚，凌迟处死，妻女发卖也好。狼牙堰那地方，老猎户都不敢进，他进去就是送死。不能去，狼牙涧是人的地方，你这一去，不要去，那里全是狼。爹爹不去。别怕，爹去就回，别忘了你爹的本事。你要是不回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记下了。爹，早点回来。别记下了。有龟甲相助，我定能逢凶化吉，转危为机。龟甲提示那儿有宝贝。
这是鸣蝶。古籍上说，鸣蝶一响，千军听令，这是草原王者的信物，怎会埋在这里？救命！还好来得及时，若再围困个2、3天，这几人怕是就要被狼群耗死。沈怀安，想活命的都起来，听我号令！群狼退了，但这阵型太急，看来山里必有狼王。狼王来了！狼王这是臣服了。万物有灵，他知道我是来救人的，不是来杀生的。古滔滔永长流，上古木正午春秋。他们这是向你献宝！这是玳瑁，传闻中千年灵兽的骨骼，价值连城。没想到这一趟还有意外收获。3天了，还没回来，怕是凶多吉少了。狼牙县那么多恶狼，他一个半路出家的，能活着回来才怪。苏婉堂，我劝你还是乖乖从了我吧。沈怀安那小子这回死定了，死里面倒便宜他了。我还等着他回来，当着全村人的面跪在我面前磕头呢。爹不会死的，一定不会的。就算躲得过狼，也躲不过人。都别动，林子两边有人。什么？沈怀安，命够大的，狼牙剑都没吃了你。不过没关系，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我弟弟赵七的腿断在你手上，今天你拿命来还。赵虎，你带人进山劫杀，这可是死罪，你想清楚了？哼，所有人都只会认为你死于狼口，与我何干？给我把沈怀安拿下，其他人敢动的一起剁了。好，往我来的方向跑。追沈怀安，别让他跑了。山谷里有我新布下的捕兽陷阱区，原计划是猎大货用的，还没来得及收，便宜你了，赵虎。沈怀安，你跑不了了，前面是死路。凭之自心间，可否踏碎惩罚？多时间，会怎么？赵虎，你和你弟弟倒是殊途同归。沈怀安，你不敢杀我，我爹是村长。猎户有猎户的规矩，不敢尽杀绝，给山留种，给人留命。你这条命留给官府去判。走，把他押出去。得嘞。大凤，你带着妹妹们先回去，我要进去找她。娘，你不能去，天这么黑，山上还有狼，前有狼，后有虎，他要是死了，咱们也活不成。有人出来！你的限制字典不前，当我这和西战，交锋眼睛万筛选。爹，是爹！什么？爹，你回来了！你怎么才回来？没事了，人都带回来了。大凤，爹没有食言。嫂子，以前是我不是人，带怀安哥赌钱。从今往后，我范德彪要是再碰一颗头子，天打雷劈！还真把人带出来了。
狼牙剑都能活着出来，真神了呀！疼死我了！沈壮士，这人我们就带走了。这事儿我一定上报县衙，给你个公道。你们几个想跟着我过日子，都留下。我沈怀安带人干活有3条规矩：一不碰赌，2不闹事，3肯吃苦。做得到，我管你们吃饱穿暖。沈哥，从今天起，我范德彪这条命是你的。愿听沈哥号令。走，回家吃饭。沈老弟，这是整块的深海玳瑁壳，你看这纹理，少说300年以上的老料。黄老板给个价吧，110两，这是我能掏出的现银上限。你要是不急，我帮你省城大藏家那儿递个话，能卖更高。成交，我急用钱。加上之前攒的，手头有300两了，可以在城里找个像样点的房子，把全家接过来，再盘个好点的铺面，把审计山货的招牌立起来。野味、皮货，山里有的我都能卖。这铺子位置虽偏了些，但临街敞亮，里头空间也宽敞。这位爷好眼力，这铺子原先做杂货的，东家急着回乡，便宜出了85两，连货架带后屋一起盘，您上哪儿找这价？现金没问题，我要了。现银交割，房契拿来。痛快，房契在这儿，您签个字，铺子就是您的了。又宰了个外地冤大头。我劝你趁早把契退了吧，这铺子闹鬼呀！什么？闹鬼？上一任东家住了不到半年就跑了，半夜总有响声，墙上一天到晚渗水珠子，阴冷的跟坟似的。街坊都说这儿闹鬼，白送都没人要，你倒好，还花钱买。龟甲明显了些急字，还是说这铺子里有玄机？林铺大姐说的没错，这地方不对，你是不是被骗了？我就说便宜没好货。睡觉，你们待着，我往后院看看。这是冰窖，难怪这么冷，动静是木头受潮收缩的响声。以下是前朝的储兵地窖，夏天存冰，冬天存肉，四季不腐。赵来子只知这铺子阴冷潮湿，没人敢要，才当鬼铺甩给我。没想到是宝。再过2月，整个省城哪家铺子大夏天能拿出3天前烈的鲜鹿肉？那些大酒楼想吃口最新鲜的野味，只能找咱们了。老天爷又把路铺到脚底下了。明天我带列队进山，多打些好货存进来。你在家把铺面拾掇出来，招牌挂上。好。沈掌柜，我家酒楼每月要50斤鲜鹿肉，20定金狍子。我家要野鸡30只，野兔20对。周掌柜，您家上回说酒席多在后半期，我把鲜货给您排到每月20日后送。徐掌柜，您家要的野鸡，我给您留的是后山那片松林里打的，肉质紧实，炖汤不腥。3位放心，沈某的列队隔天进一次山，冰窖里存货足，保证不断货，不掺假。沈老弟，你这媳妇儿比你还会做生意啊！我主外，他主内，铺子里的事儿他说了算。沈怀安，怎么是你？李瓶儿原本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结下娃娃亲，可后来他爹去镇上开餐厅，生意越做越大，开始嫌我打猎没出息，3天2头给我脸色看。沈怀安，你一个穷猎户，拿什么娶我？别痴心妄想了。后来我与婉堂成了亲，婚约作废，他嫌我是泥腿子，配不上他。如今来这儿，怕是来瞧笑话的。李瓶儿，他怎么来？这么多年，他到底还是跟他有往来？哎呦喂，我当是谁呢？怎么着，沈怀安，打猎打不下去了，跑城里给人看铺子了？1个月给几两银子啊？够不够养活你那一窝丫头片子？他说话还是这么刺人。沈怀安，他一句话都没反驳，究竟还是念着旧情。哟，这位就是当年落水的苏家小姐吧？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怎么凑成这样了？2口子一起给人当伙计啊？沈怀安，你要是真混不下去了，来我聚贤楼刷盘子也行啊。好歹是我李瓶儿念旧情，赏你一口饭吃。李老板，媳妇儿是我明媒正娶，你说够了就请回吧。
任老弟，这个给你，恭喜恭喜！哎，李掌柜，你怎么也在这儿？黄大爷，真巧，我这不是听说咱们这儿新开了家野味铺子，有冰窖鲜货，过来看看吗？你也来这儿？李掌柜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位猎人王啊。这铺子是沈老弟自己开的，刚才省城3家大酒寮刚下了单，定金都付了。沈老板，沈怀安，这铺子是你的？李老板是要来买货吗？刚才说的刷盘子的事儿是认真的？哎呦，怀安哥，你看你怎么不早说是你自己开的铺子呀？害我在这儿瞎猜。妹妹，我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吗？咱俩什么交情？我还能真让你刷盘子不能？他说婚约作废了，可女人喊他哥哥，他也没躲。李老板，请自重。当年嫌我穷的是你，如今看我开了铺子上来喊哥的也是你。像你这般翻脸如翻书的，我嫌脏了眼。沈回安，你可别忘了，当年咱俩可是有婚约的。当年你擅自毁约娶了她，这事儿你给我个交代。当年你当着半条街的面说沈回安，你拿什么娶我？婚约是你先不要。李老板，你忘了我可没忘，门在那边。爹，你这张嘴今天怎么这么利索？这批货的账还没对完，你先忙你的。他什么反应都没有，不吃醋，不在意。晚唐他到底还是不属在乎我。他若真的放下了，为什么看我的眼神里带着试探？他怕我不高兴，还是怕我坏了他们的好事？当年那场落水是我算计的，他本来该娶的是她，这份亏欠大概一辈子都还不清吧。这是我的，都多大了还抢？好吃好吃。爹，今天还进山？冰窖快见底了。进，你和范德彪走东面。冰窖的生意虽稳，但说到底也就是个肉蛋。上一世这个时候，晚唐还是跟着岳父走了。想要让这一大家子过得体面，让那老丈人真正看得起，让婉婷风风光光的留在我身边，这点家底远远不够。早上翻了一圈，盐罐子见了底，今天只能咸菜配粥了。你将就一顿，回头去镇上称几斤回来。咸？我想到了！啊，粥烫着了。咸水能晒盐，那汪泉水能出盐。去哪儿？上山！我马上回来。爹这是魔怔了？他这么激动，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吗？这温泉水能晒盐，等于我手握一座盐山。猎户再猛，也猛不过盐商。这才是真正能立足、能护得住家人的正经产业。我沈宁安要做的是从猎户变成盐商，晚唐该当名正言顺的盐商夫人，我女儿该当大户人家的小姐。这一回跟以前可不一样了，大不一样了。来日只要我想办法得到盐引，登记在册，就是名正言顺的盐商，不是私盐。这泉水怎么运下山呢？这龟甲竟然能与这座山共鸣，这种颤抖像是心跳一般。这也太神奇了！这龟甲真的像心脏一样，调配着水流流向山下。苏婉堂可住此处，800里加急，京城来信。怎么了？父亲苏文忠官复原职，于7日后亲自带女儿回京。果然，前世就是这个时间，他爹平反，派人接他回城，我同他和离，放他自由。此后，一人留在这院子带大9女1子，我把后半生都给了子女。可孩子们仍恨我穷，我攒下的那点家产分了个精光，换不回他们一丁点孝心。临了，我饿死在了路边。这一世，我绝不重蹈覆辙。沈回安，那年我跳河不是偶然，你救我的时候，我看见了你在河边，我是故意的。你说什么？我们全家流放那样的日子，我不想活了。可看见你在河边的那一瞬间，我想，如果我跳下去，你会救我的。
然后我就可以赖上你，嫁给你，活下去。你本来该娶李瓶儿的，我不该插进来，是我毁了你一辈子。你拿救命之恩绑着我，你恨我、怨我，我都认。如今我爹来接我回去，和离书我也已写好。沈怀安，反正你心里也没有我半分。苏婉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是铁了心要离开我。苏婉堂，你不欠我什么，什么恨不恨的，16年了，说什么都没用了。你若还想走，把孩子放下，出了这个门，我不追。他这是想让我留下来，还是为了他的自尊？沈怀安，你个孬种！你明明想求他留下来，可他心里装的从来都是亏欠，不是喜欢。他留下来到底是还债，还是真心？此劫小吉，能转危为机。掌柜的，外头都传遍了，御史中丞苏文忠官复原职了，要接他闺女苏婉霜回京城。当真？满街都传遍了。沈怀安这2天满城买聘礼，布庄金店跑遍了，还托人来咱聚贤楼订酒席，3日后用。御史中丞的门第正眼都不会瞧他一个打猎卖肉的。苏婉堂一走，京城高门大户排队娶，他沈怀安拿什么追？那他买聘礼，这省城里跟他有过婚约，又配得上他这么大排场的，除了我李瓶儿，还有谁？当年他一时糊涂娶了苏婉堂，可说到底我俩才是自小的情分。如今老婆跑了，买聘礼订酒席，这不就是要来求我补当年的婚约吗？还算他有点良心。去，给沈继山货回话，酒席我接了。我倒要看看他见到我的时候，那副嘴脸还能不能像上回那么硬。今日你爹来，就放在这儿了。虽说是小了点儿，但省城能摆席面又能谈诗的地方，就聚贤楼还能约上。我已着人去城外迎岳父了，待会儿我把所有聘礼都搬到这大堂里来，让他一进门就能看见。这些年我没能给足你的体面，今日当着全城人的面补给你。这么大排场是做给满堂食客看的，还是说他只想用这些堵住我爹的嘴，堵住我的路？沈怀安，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先带着二凤上订好的包厢等着，我在这儿盯着人搬聘礼。彪子，大山，搬进来！沈怀安，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放不下我，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沈爷带来的箱子往里围搬，手脚麻利点儿，这可是沈爷的心意。老板娘，猎人王都让您给拿下了，连御史千金的墙角都能挖得动，还是您有本事。少贫嘴，去把最好的茶拿出来，把楼上雅间收拾出来。怀安哥，我知道你心里是惦记我的，以前的事儿我不计较，你来就够了。李老板，你可能误会了。什么误会不误会的？过往咱们就一笔勾销了，有什么话坐下说嘛。诸位乡邻，请你们今天帮我做个见证。沈某今日包下聚贤楼，是为恭迎一人，当朝御史中丞，我岳父苏文忠大人。这些东西全是我要补给结发妻子苏婉堂的聘礼。16年前我沈怀阳一穷二白，让他跟着我受尽了委屈。今天我让全城人看看，我媳妇儿当得起这份风光。你说什么？听见没？人家是来补老婆聘礼的，跟李老板娘啊没半文钱关系。前几天到处跟人说猎人王要娶她，这脸丢到全城了。沈怀安，你什么意思？你把聘礼抬进我聚贤楼，全城的人都知道你今天要来提亲。你现在说这些东西不是给我的，你让我以后怎么抬头做人？李老板，全城的人是怎么知道的？那是你自己说的，不是我。沈怀安，你故意让我在全城人面前出这么大的丑！我给你2个选择：一，等我岳父来了，让京城的人也看你这泼妇的笑话；二，收下我的茶水钱，乖乖上楼，回到你的闺房，继续当你的老板娘。诸位，刚才之事让大家见笑了，今日诸位的酒钱我沈某包了，就当我给大家赔个不是。
御史中丞苏大人到。拜见岳父。住口！你以为搞这么大张旗鼓就能强迫老夫认下这门亲事？我苏家3朝御史岂是你个乡野村夫随意攀附的？拿着你这堆破铜烂铁给我滚出去！你这个女婿，老夫不认！岳父大人，这些是我补给晚唐的聘礼，您老过目。当年我一穷二白，委屈了晚唐，今日我沈回安靠自己的手挣出了这份家业，请岳父成全。倒是有几分本事，能在短短1年里攒下这些家底，确实比一般的泥腿子强些。晚唐，你怎么想？父亲，孩子们都还小，骤然换个生地方，怕是哭闹的厉害。旁的，等他们大些再说吧。他只是为了孩子留下来，也好。哼，荒唐！沈回安，你以为区区几箱银子就能抹平你我的差距？士农工商，一个猎户出身的莽夫，就算撞了大运发了笔横财，在我眼里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的武夫罢了。你与我苏家那是云泥之别。岳父大人，我如今不只是猎户，我在山里发现了一处温泉，水是咸的，晒出来的盐成色不比官盐差。只要盐引到手，我就是正经人商，不是莽夫。大周律法，无盐引之言，形同私盐，是要砍头的。一个猎户上哪儿弄盐引？所以我在等岳父帮我弄御史台的人脉，盐运史司的门路。以您的身份地位，不难。原来如此，他终究只是为了我爹的权势，为了荣华富贵。哼，沈怀安，你凭什么觉得老夫会替你冒这个险？岳父若帮我拿到盐引，往后盐税盐利，岳父那一份，我按规矩走账，绝不短少分毫。您嘴上瞧不上商女，可您在任上，难道不需要银子打点？我替您挣体面，您替我走门路，这是两家都划算的买卖。好大的口气！不过，你若真有这本事，老夫倒也不是不能替你走这一趟，但你得先让老夫看到你的胆量。你不是以打猎为生吗？那好，你若真有那通天本事，就去给我猎一头玄狐回来，皮毛完整，九尾俱全，这才配得上我苏家的门楣。你若猎得回来，言指的是老夫亲自替你办；你若猎不回来，父亲，玄狐乃是山中灵物，百年难遇。满朝猎户都没人见过真身，您这分明是为难人。那他就不为难我吗？猎不回来，援引的是免谈，我苏家的门他也别想进。我这女儿，你休想带走。一言为定，玄狐我接，援引岳父欠我，这桩买卖我做定了。青牛岭，我听人说过，那地方进去的猎户没几个能站着出来。你非要自己去？岳父要玄狐皮，我就去猎玄狐。我不拦你，但你答应我，活着回来，你的孩子不能没有爹。你放心吧。爹，我跟你去。不行，青牛岭他……你说过猎队人人有份，我比你猎队里1半人都能打。你让我去，我给爹打头阵；你不让我去，我就自己跟在后面，反正你甩不掉我。行，但你得听我指挥，我让你跑你就跑。得令。沈哥，我爷爷说他曾经在青牛岭山脚那片老林子里见过那玩意儿，通体银白，尾巴尖泛金光，蹲在一块青石上，就是他，错不了。只是15年前一队猎户进去，只出来一个疯疯癫癫的，嘴里直念叨吴仙娘娘饶命。沈哥，咱真要往里闯，怕的不是狐仙，是人心里头的鬼。今晚住山脚，明早天一亮就进山。沈哥，这雾我上次来的时候没这么大。都别分散，跟着我走。换。大风，彪子，沈哥，怎么会这样？地上的脚印全是乱的。
我自己的脚印在互相交叉。不是迷路，是有人在引我们兜圈子。大山，醒醒！龟甲说幻，这物能让人看见自己最怕的东西，把人逼疯。都给我停下！师哥，我刚才怎么了？能让他们清醒。饶命！饶命！饶命！爹，申哥！爹，你的手。参见猎人王。猎人王仙，猎人王，我以为猎人王只是乡亲给我取的混号，没想到我真的是猎人王。后世得此令者，天下百兽俯首，千山万壑任行，血气为凭，金光为证。啊！爹，前世我没遇过玄狐，没被咬过，这道龟甲也没有发挥作用。而这一世，我打猎就范德彪拜狼王开铺子，不知不觉中，我已经不是前世那个沈怀安了。这一世我要走的路才刚刚开始。我走了，你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那狐狸去哪儿了？走了，不会再回来了。整整10日，沈怀安恐怕早就死在山里了。收拾东西，明日启程回京。这段荒唐的亲事到此为止。父亲，你再等一天。等？我已经等了你16年，你还要为一个死人等一辈子吗？岳父大人，听说您要送我妻子回京。本官要的是玄狐皮毛，不是黄金。玄狐没猎来，你搬一座金山也不作数。来人，把这箱来历不明的东西抬到后院库房去，暂且封存。父亲，您这是明抢。岳父大人，对不住，玄狐我没猎回，但他把眼睛留在我这儿。
岳父大人，金子在这箱子里码着，一粒不少。您若今日认下这门亲事，我沈回安发誓，从今往后，苏婉堂就是我拿命护着的。好，婚事我认。金子你抬回去，给婉堂做嫁妆。严颖的事，我苏文忠自会帮你。我天也有悬壶之悔。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他的泪是真心为我而落吗？罢了，只要他在我身边就够了。成了，成了。这温泉出的盐，成色比官盐还好。你看着，多则半年，少则3个月，这盐就是咱们家的根基。只要销路打通，往后就不是猎户了，是盐商，是正经富户。富不富的谁稀罕？你少去拼命就行。不拼了，往后正经做生意，全靠岳父那张眼影。这院子倒是比山上那破屋强些，不过这地也没铺平，鸡到处跑，实在不成体统。岳父大人来了，屋里坐。晚堂刚烧了水。沈怀安，老夫替你那张盐引跑了多少门路，立了多少底子。盐运使司那帮老狐狸嘴多盐，你不知道。你倒好，待客连杯像样的茶都没有。晚堂少时在京城也是学过茶道，怎么嫁了你10几年，连规矩都丢干净了？爹，家里新搬过来，茶叶还没置办，您先喝口粥解暑。老爷，你眼睛长在头顶上吗？我娘说看人要平视。什么？你看看这孩子教的，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顶撞长辈。我苏家的外孙女怎么能……老爷，你脸红了，你是不是热？热就把外套脱了，不然会中暑的。好，我们沈家的门第，本官算是领教了，告辞。沈公子，你们继续练。周叔，您大老远的来一趟，累坏了吧？快请坐。周叔今日前来，所谓何事？小姐以前最喜欢桂花，老爷心里挂念着，特意命我送来了1盒子桂花糕，交与小姐姑爷尝尝。有劳岳父费心了，下次有这种事情，周叔派跑腿的送上山即可，不必如此劳身。多谢公子体谅，只不过老爷虽只是让我送桂花糕，但有些事情总归还是我来传话比较合适。岳父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最近凤鸣镇不知道从哪儿的冒出了一伙悍匪，占山为王，把商路彻底掐断了，上面限期老爷剿匪呢。山匪？公子还不知道吗？整个凤鸣山的北路都被这群山匪给占领了，不光是官道、商路被掐断，就算是上山打猎的猎户，也经常命丧他们之手。现在整个北路的猎户都不敢上山了，全等着老爷剿匪呢。还杀猎户？是啊，那北山路山高路险，老爷又新到任上，连地形都摸不清，前后派了3拨人，连山门都没摸着，全被打回来了。老爷因为这个愁得整宿睡不着。他虽嘴上总是数落公子，可这让我无端的给小姐送桂花糕，其中心思一目了然，想让我助他剿匪，又不肯开口。我这位岳父大人还真是够傲娇的。沈公子身手不凡，又熟知凤鸣山一带，还请公子助我家老爷。周叔这是哪里的话？既岳父大人所难，亦是小婿所难。请周叔回去禀报岳父大人，3日后带
待我等商讨计策，便亲自到馆驿拜会岳父。好，公子够爽快。喂，请君入伍。卦象说北路的谷口能成事，就这么简单。可我总觉得蹊跷。山南水北，北阴南，若是占山为王，山匪最该占领光照充足、资源丰柔的南吏，怎会坐月面南呢？公子请进。你不在家好好待着，跑我这儿来做什么？岳父大人，我听说您在为凤鸣镇那伙悍匪发愁，我有一计，能替您平了这事。替我平事？就凭你一个猎户？我自幼便在这凤鸣山打猎，但论山里的道道，您手底下怕是没人比我更在行。只要您给我一支10人小队，加上凤鸣镇的地形舆图，1个月内我把那伙人给您收拾干净。这小子画的草图竟如此详细，上面标着水源、商路的位置，还有这么多官府都未曾发现过的险境之路，你凭什么让我信？您没别的选择了，3天后我进山，若我回不来，您就当没我这个女婿。人我给你，舆图也给你，你要是真能把这事儿平了，我这辈子都不再为难你。此话当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沈怀安，银子有了，铺子开了，连我爹都认了你，你为何还如此贪名熟利？是不是非要做到那高堂之上才肯罢手？苏婉堂，到现在你都觉得我做这一切是贪名逐利？罢了，那帮亡命徒全都是些刀口舔血的活阎王，你此去千万不可逞强，若是局势不对，绝不可死磕，平安回来最重要。放心，就算要死，我也会先回来同你和离了再死，免得你守寡。远哥，全摸清了，那匪首名唤赵六，底下聚着30来号嗜血的亡命徒，把北边那座破庙当了贼窝。这帮孙子精得很，不下山抢老百姓，就死死卡住渡口收过路费。那条命脉商路被他们掐得死死的，咱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个办法？一个字，围！我的乖乖围！远哥，你没烧糊涂吧？咱这几块料，满打满算也就10来号人，去围剿30多个提刀砍人的悍匪，拿命围啊！打仗用的是这儿的脑子，不是送人头。他们想占山为王，咱们就给他来个请君入瓮，堵住3面生门，独独留下1面退路，逼着他们老老实实的往那条独木桥上钻。而那条唯一生路的尽头，就是死地。狼谷。好，兄弟们，开干！大山、小山，看准时机放火，其余的把西北2面的退路给我彻底锁死。彪子，带着那几个县里来的兄弟，跟我一块扮成山匪，炸一炸他们。站住！干什么呢？敢上我们的山头来，找死啊！兄弟们，快逃啊！出大事了！什么大事儿？俺们是对面山头的山匪，你们还没听说吗？州府那边调来了1万大军剿抚，他们现在把整个凤鸣镇的贼窝都给围成铁桶了。这会儿正泼猛火油，准备烧山呢，一只苍蝇都飞不出来。1万大军，你他娘的扯犊子吧！这么大点凤鸣镇，怎么可能来了1万大军？六哥，大事不好了！西边和北边全都窜起大火了，外头漫山遍野全他妈是官兵的喊杀声啊！六哥，该不会是咱们接应镇北侯的事情败露了吧？要不咱们还是跑吧。慌他娘的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全给老子往东面山路撤！快跑！终于上当了，你们这群伤天害理的畜生！
等着受死吧！走，咱们看好戏去。哎呦，我的腿！坑里有陷阱！入他娘的套了！快，全给老子往回退！赵六，前无去路，后有烈火，你们这帮乌合之众已被彻底包围，还不乖乖放下兵刃，束手就擒！匪首已让爷爷我生擒，谁他娘的再敢动一下，老子活劈了他！这位壮士，敢问是何方英雄，竟然能指挥数万大军上山剿匪？你这厮真是蠢货！整个凤鸣镇人加上牲畜都没有1万人，怎么可能会有数万大军来剿匪？大哥，这蠢驴还真以为有大军呢！他娘的，你敢诓老子！你们到底有多少人？什么？才10个人？不，那些东南西北又是战鼓又是烽烟马蹄声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村民们给你制造的假象。东边的敲击木偶，让你以为是战马；西边的烧火，用驴子代替战马；扬起来的尘土，让你以为是千军万马；南面又是悬崖峭壁。那北边的呢？这不就是北边吗？蠢贼！想我赵六纵横半生，临了却倒到了几个人山野村夫的手里，老子不服！人都被逮着了，还这么狂呢！老实点，跟我们下山！老天爷显灵啊！沈壮士，你们区几人，竟真的把这群危害一方的活阎王给生擒了！这可是通天的大功一现啊！李正大人言重了，沈某不过是一介山野村夫，不贪图什么加官进爵。这贼首赵六就交给您亲自押送入狱。这为民除害的盖世奇功，全是您老一人的。沈壮士真乃义薄云天的真英雄，老朽便是拼了这条命，也定当如实禀报壮士的赫赫战功。大人，我岳父现在何处？御史大人听说您剿匪归来，早就在驿站等您了。沈壮士，您想要什么赏赐？给我兄弟们发点赏金吧，那些配合我们演戏的乡亲们也发。也是。沈壮士现在可是御史大人的乘龙快婿，论赏赐也轮不到下官来赏赐您啊。非也，不管山南还是山北的，都是咱凤鸣镇的兄弟，能为民除害，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群蠢货，以为杀了我就能以绝后患，还在这又蹦又跳呢！阎王爷马上就来收你们了！赵六被捕了还如此癫狂，且看他模样，也不像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山匪，倒像哪家军营的探心。此事太过蹊跷，必须得再返回一趟山里，看看究竟怎么回事。沈壮士，哪里去啊？御史大人还等着您呢。我还有要事在身，劳烦李正大人替我向岳父禀报。沈大哥这是又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这些营帐看起来都是军营军帐，这些匪土所用兵器也都是官府在册的，莫非这些人真是行武叛变的斥候？姑娘可是在此处迷路了。壮士，求求你救救我奶奶吧！姑娘请起，你们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奶奶病重，城里的医者都说她老人家大限将至。我是听闻这深山之中藏着一位有起死回生之能的碧野活神仙，这才拼死带她来寻医。可找了这么多天都没找到，奶奶怕是时日无多了。或许您说的那位神医，我能找到。此话当真？无量天尊，贫道在此山门已静候诸位施主多时了。道长，难道您一早就料准了我们今日要寻访此地？冥冥之中，天机早有彰显。
诸位莫问因果，且速速将这位老知识抬入内堂施针吧。这就是上古的岐黄之术，看来此行真是来对了。奶奶，你终于醒了！多谢活神仙的再造之恩，我周荣就是结草衔鸾，做牛做马，也定要报答您老人的大恩。女居士言重，快请起。这谢字贫道可担不起。你要谢就去谢这位沈居士。若非他动了善心，你们就是走断了双腿，也绝不能寻得见我这隐脉山门。沈大哥，您这恩同再造的恩德，我周荣粉身带骨，没齿难忘。只待我父亲班师回朝，周家定当以全族之力重谢大恩。周姑娘折煞沈某了。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不过是顺势而为，借着天意出了一把子笨力气罢了，万万当不得如此重谢。老夫人刚醒，身体虚弱。女居士，你且在此照应，我带着沈居士前去休息片刻。沈居士果真生性纯良，放着唾手可得的泼天富贵不去攀附，连大将军的惊世众筹都能心如止水。难怪那枚失事了大周100年的上古通灵龟甲会偏偏挑上了你，你才是他命定的真主啊！道长，您怎么会知晓我身上的龟甲？道可道，非常道。世间万物的因果轮回，皆逃不过一个缘字。居士大可把心放平，贫道出家人对你绝无半点图谋。道长，沈某就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粗野猎户，听不懂这些云山雾绕的。既然道长慧眼如炬，识破了此物，沈某斗胆讨教，这块龟甲究竟是什么重宝？这块灵甲乃是我观中第1代开山祖师羽化登天之前留在这浊世的唯一遗宝。传闻祖师白日飞升之际，此物不慎坠落凡间。这是神仙的遗宝？100余年来，莫说是那高坐龙椅的天子，就是整个江湖的血雨腥风、3山5岳的隐士高人，全为了寻他而争得尸横遍野。谁能料到这通天的神物，最终竟会悄无声息地认了居士为主？那这等逆天的宝物，除了指路趋吉，究竟还能有何等威能？天机不可妄泄，此宝是极吉也是吉凶之气。若守正道，日后身陷死局，它不仅保你逆转乾坤，更将是你裂土封衡的无上地基。可若你心生恶念，妄图借它行那苟且之事，必遭五雷轰顶，满门绝代。望失事日后慎之，慎之。道长的金玉良言，沈某刻骨铭心。师尊，大事不好了！山下黑压压的，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好大一股披甲直立的官兵，把咱们都包围了。诸位且宽心，兵戈相见那是对恶客。山下的乃是我朝刚刚得胜还朝的镇边大将军周定邦，他呀不过是个急红了眼来寻自家老母和千金的孝子罢了。娘，孩儿不孝，让您受苦了，孩儿来迟了呀。定邦啊，若不是这位沈怀安沈驾师菩萨心肠，老身这把老骨头早让黑白无常给收掉了。我的命全是他和活神仙从鬼门关里硬生生抢夺回来的。沈家兄弟，这等同于再造之恩的泼天恩情，周某便是粉身碎骨也难以为报。我周定邦，斩将夺旗无数，却险些连生我养我的老母都没能护全。大恩不言谢，请受我一拜。不必，将军保境安民，如此大礼，我可承受不起。沈壮士莫要推脱，这一拜你是受得起的。小官已然许久没有热闹过了，不如诸位就陪贫道吃一杯酒如何？既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沈兄弟，我们敞亮的说，我闺女周蓉芳龄28，至今未曾许配，你对我周家有如此的救命天恩，老哥我今日做主把她许配给你，咱们结秦晋之好，如何？将军这番抬举，沈某感激涕零。只是沈某家中已有患难与共的发妻，我夫妻2人伉俪情深，且膝下更有9女1子，此事可万万不行啊！好骨气，好一个绝不弃发妻的铁血男儿！既然老弟如愿，那老哥我在这大招包朝场上也还算能说得上几话。明日我便上书万岁，
直接给你搞个风风光光的官身如何？草民天生骨头轻，闲云野鹤散漫惯了，这辈子就只想守着这片山林，当个逍遥好活的穷猎户，受不得那官场里头的条条框框。将军的这番隆恩，草民心领了。哈哈哈哈哈哈！沈老弟，你官不要轻言干，这是我贴身玉佩。哪天你若有难，凭此物寻我，我周定邦哪怕点齐10万大军，也定亲自杀出一条血路来保你。沈兄弟，就此别过，改日得闲，定要来我府上与我痛饮。一定，一定。真是没想到，沈回安一个猎户，竟然懂得唯3缺1的战法，没折损一兵一卒拿下了手里，倒是个可塑之才。但是一码归一码，我可以替他讨场，但这桩婚事就此作罢。父亲，你为何如此出尔反尔？放肆！是堂堂御史身中的千金，身份尊贵，我绝不允许你半生都耗在他这个莽夫身上。明日你便跟我回京。你若是敢提带我回京之事，我便立刻撞死在你面前。放肆！这10几年你就当做一场大梦，现在梦醒了，爹带你回去，再为你寻个高门大户。回去你还做你的千金大小姐，难道不好吗？16年前您锒铛入狱被流放，我绝望的在冰河里一跃而下时，您这位父亲在哪里？我被村长逼上这荒山野岭，连生了9个孩子，被全村人指着击鼓唾骂是扫把鹰时候，您这位父亲又在哪里？如今您平反昭雪，重新坐上了高堂大椅，就想用一句话把这16年的生死相依全抹平了，带我走？晚了，爹，站在您面前的早就不再是16年前那个任凭家族摆布的苏婉堂了。你这个不孝逆女！要是不跟我回京，以后你便再也没我这个爹了。对，我只要我的孩子，我只要沈朝阳。你说什么？报！镇北侯叛乱，正集结关外各部，围困了凤鸣镇。什么？镇北侯也反了？可这凤鸣镇如此边塞重镇，他们怎么可能越过崇山峻岭找到这儿的？是那伙土匪。土匪？那伙土匪，他们的营帐兵器全都是镇北侯军队，他们应该是镇北侯先遣部队的斥候，提前在此假扮土匪安平扎寨，随时给大军提供情报。难怪他们会在那么阴冷的北路安平扎寨，没想到竟是斥候。陛下令我前来，便是为了镇北侯削藩一事，没成想他倒是先反了。如今城里能提刀的守军拢共不到1000人，外边可是如狼似虎的数万大军呐！完了，这下彻底完了！岳父大人莫慌，若是城门一破，咱们全家上下绝无生机。但我有法子，不出3日，定能让这伙叛军灰飞忧灭。你就凭你个打猎的，大言不惭说要声退大军，那可是数万铁甲，你拿什么退？拿你手里的破弓烂箭去给人家挠痒子吗？佟大人，我说了我能退，但你愿不愿意相信我？老爷，或许沈公子他真有破敌之策呢。反正已经退无可退，不如咱们让他试试。沈怀安，我苏文忠向天立誓，若你此番能够退敌，老夫我不仅亲自送你封侯拜相，以后晚堂和你的婚事，老夫也再不阻拦。10日之内，若没有退敌，我沈怀安甘愿死在乱军刀下。爹，我们等你回来。等我。乐生知道在北方，北方，对啊，周定邦周将军，这是我贴身玉佩。哪天你若有难，凭此物寻我，周定邦哪怕点齐10万大军，也定亲自杀出一条血路来保你。大山，趁着今晚夜色，把这玉佩给周将军。大哥，您放心。小珍，在驿站守着。大彪，你跟着我守城。遵命。弟兄们，咱们身后守护的是凤鸣镇数以万计的百姓，这里都是咱们的兄弟姐妹，多余的就不说了。若能守到天明援军求援，咱们就算胜利。将士们，随我御敌！娘亲，爹会带我们赢吗？会的，爹一定会。他说话算话。没动静了，难道说敌军破城了？我们胜利了！爹，
从前猎虎猎鹿，刀口舔血，如今眼瘾在手，堂堂正正做生意，这日子总算是稳下来了。开饭了。彪子，最近山庄总是不太平，镇上还传闻有妖兽出没。明天你带着兄弟们跟我一起上山，去看看是真是假。爹，这头阵包在我身上，明儿我来给爹当最锋利的开路先锋。八凤也不怕，八凤也要骑着大红马，跟着爹爹去抓妖怪，骑大红马。好，咱们八凤九凤最勇敢了，明天让你们跟着大姐一起去抓妖怪。这狼王竟被重伤成这样，这山中难道真有妖物？这次这卦象，没有明确指示，五阴波一样，山体崩塌，山地波下下级，这是讨凶之兆。是树桩。等天亮再去吧，万一有什么危险。危险已经到家门口了，我绝对不能再让你们受到任何伤害。大哥，这山太静了，山里的动物都像是被吓跑了一样。这足印有常人3倍大，指端还牵出4道抓痕。肉呢？被那东西吸干了。正北，先去前面的王家庄。这巨爪痕与狼王伤口重合，村民遇到的正是那家伙。这是什么妖物？大哥，咱们撤吧。撤？山民世代扎根凤鸣山，撤了，咱们还有家吗？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我将会去研究对策。这几日召集剩下的猎户，组成巡逻队，守住村子，发现可疑行踪，立刻上报。是。不管是古籍还是龟甲，都没有对于这种凶兽的记载。莫非说，这真是什么妖怪成精了？我想起一件事，我小时候听父亲说过，镇北侯自己在府内养过山魈。山魈，那是一种人为的用邪术训出的凶兽，传说在夜里出行，以人类精血为食。此番打败镇北侯叛军，使得他暂时无法南下。或许他放出这山魈，也是来应对我们的办法呢。可这一个山魈，岂能抵挡住境内的10万大军？他放山魈也没用啊！兵法有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镇北侯放出山魈，就是为了制造凤鸣山有妖怪的恐慌传闻。待到人心惶惶、军心不定时，他再袭来，城内军民岂不是只有丢盔弃甲逃命的份儿？娘子所言极是，如今的办法就是主动找到这山魈，杀了他，以振人心。大凤，你这是干嘛？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找山魈。这次不是寻常狩猎，你不能去。可是狼王都死了，你更需要帮手。我也去。不行。那我们就自己悄悄跟着你们。胡闹！谁敢跟过来，我就打谁屁股。杀戮图，干2支血药。爹，路上注意安全。淮安，周将军来信，他听说你要抓山魈，已经将自己的300亲信调派过来供你实施。如此甚好，我们出发了。娘子，你在家和孩子们要万事小心。你也是，平安回来。看这抓痕，应就是那山魈无疑了。继续前进。兽形图腾，还有镇北侯府的军旗，看来镇北侯的人来过这里。不是来过，是在这里养过。弟兄们，小心防备，待会儿随时会有猛兽袭击。看来这里的山魈还不止一个。
至少有3只。看那角落里，全是被撕碎了的村民衣物，有大人的，还有半大孩童的。都推到我身后！这皮也太厚实了，根本砍不动。我的心刀竟然在这山魈面前像玩具一般。这山魈鳞片有缝，顺着鳞片缝隙刺进去。大哥！都让开！追！这次绝不能让他们再轻易跑了！彪子重伤了，咱们不能再追了，先下山吧，从长计议。死士营，你确定这是你在那山洞里捡到的地图？此事干系重大，小婿怎能欺瞒岳父大人？看这地图上的堪舆，有生活设施、操练场所，还有人员往来的记录，应该是镇北侯秘密还养了多年的死士营。这么多的死士兵躲在凤鸣山下，若是与镇北侯残军会合，那这风鸣镇怕是绝无守得住的可能了。淮安，朝廷兵马对凤鸣山山况陌生，此次危机唯有你是凤鸣镇的唯一指望了。大人放心，我已有应对之策。这3处：镇口设防，北山巡查。我先给周将军写信，请他调兵。拂晓我便带着小队继续探寻踪迹。大山，你守镇口。小山，你带队巡逻。那我呢？彪子，你这次和我一起行动。大哥，这不是山洞，是一座军营啊！那几个百姓还活着，先救人。彪子，开锁！沈大哥，还有怪物在下层，看见几头？3头。猎户头子等候你多时了。彪子，你带人走侧道，先撤离，要走一起走，快走，不然都要死在这儿。你一个猎户，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诸侯征伐和你有什么关系？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还不够滋润，非要跑来送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老弟救了我们，我们不能让他一个人死在里面。胆子大的跟我上，胆子小的在后面护着孩子。这猎毛正在吸收我的血血，增幅自身。不愧是上过兵的。这是什么邪术？你尝尝就知道了。到此为止吧，黄毛小儿。沈猎户，我等将士奉命相助，周家军给我杀！
镇北侯现在在哪儿？说，镇北侯现在到底在哪儿？在即将进山的路上。封住出口，山下面还有东西，绝不能让任何一只山妖逃出去伤害村民。妖兽，是妖兽来了，大家小心！无量天尊，小居士，数月不见，近来可好？道长，你怎么来了？此地危险不宜久留，你还是快些离开的好。沈居士为了天下苍生都能深入虎穴，老道我又岂能退缩？道长此番前来，可是有办法对付这里面的妖兽？当然，居士可知这山洞的来历？难道不是镇北侯所造？这洞穴早在镇北侯来之前便有。多年前，凤鸣山常有一头黑蛟作恶，为祸人间。我观先祖不忍苍生功苦，与那黑蛟恶斗749天，最终将黑蛟困于凤鸣山下。贫道本不愿插手人间战事，但近来却发现黑蛟的煞气正被人族炼制成山魈，这束缚黑蛟的禁制也被人解开了。若到时黑蛟冲破禁制，人族之间相互攻伐事情，黑蛟危害次生，可就事大了。那道长可有破解之法？人魂之魂，狼王之魄，再加这龟甲之灵，三魂合一即可拥有斩杀黑蛟的荒野之力。如今3样法宝你都已集齐，只需要贫道施法，你便可立即获得这荒野之力。请道长助我杀黑蛟，还凤鸣山一个太平。好说好说。老子，1000年前我受困于那老道，如今好不容易解除禁制，你还想收我？也不看看你有那个资格吗？资格？我守着凤鸣山，护我妻女，杀你便是资格。居士，这妖丹在腹部逆鳞之下，此时他刚破阵，妖力未复，快攻他下坛！沈猎户，我来牵制他。道长，借你法阵一用，万灵妖阵起。煞气已散，凤鸣山从此再无后患。此地不宜久留，快撤！大哥，你没事吧？里面什么情况？妖兽一出，彻底平息了。副将大人，刀疤脸招供镇北侯正在进山路上，我们必须马上设伏。我手下虽折损些人手，但对付残兵败将足够。沈猎户有何计策？青石岭进凤鸣镇必经之路，两侧崖高林密。大山，你带列队去崖上备滚木雷石。副将大人，你的人埋伏在两侧林中。明白，这次定叫他们有来无回。大哥，他们人不少啊。稳住！结阵反击！不过是区区一个猎户，怎敢挡本侯大业？祸乱苍生者，人人得而诛之。抄他后路！
淮安，你立下不世之功，保全了凤鸣镇乃至整个边境。岳父大人，此乃大家同心协力之功。哼，押入大牢。是，听候朝廷发落。走，回家。晚唐和孩子们都在等你。你终于回来了。我答应过你，平安回来。爹爹一个人偷偷去打坏蛋，九凤不开心了。九凤要骑大马。好，好，好，骑大马。爹爹回来了，以后再也不走了。爹，伤得重不重？皮外伤，不碍事。大凤，这段时间家里全靠你照顾妹妹们，辛苦了。爹，下次进山带上我呗，我弹弓可准了。爹，我在家把山路图都画好了，下次保证不迷路。好，以后咱们家打猎啊，一起去。淮安，老夫以往眼拙，轻看了你，这杯酒全当赔罪。岳父言重了，晚唐和孩子们能安好，全赖岳父照应。这杯酒，晚辈敬您。朝廷嘉奖令不日便到，你这盐引生意，老夫会全力支持。凤鸣山的太平，以后就交给你手了，定不负所托。爹娘，今天我们猎了2头袍鹿。当心点儿，别弄脏了衣裳。大凤这剑法越来越准了。还不是爹教的好。爹爹，信，京城来信。周将军升任大将军，邀我去京城一聚。他还说，朝中已批准我们审计山货的商号开通全国。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咱们这山里货终于能卖出去了。以前我只想着怎么让你们吃饱穿暖，现在看来，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呢。沈兄弟，一别数月，风采更胜从前。大将军谬赞，乡野粗人，不敢当。今日不谈军务，只需旧情。你救我母亲和女儿的恩情，我周定邦一辈子记着。沈兄弟，我召你来京城，除了叙旧，还有一桩要事。将军请讲。镇北侯押入大理寺后，三司会审查出他豢养死士、私恋妖兽，背后另有公资之人。此人在朝中位高权重，目前尚未露面，但已开始打压弹劾镇北侯的官员。将军的意思是，朝廷里还有人想走镇北侯的老路？不只是老路，我收到密报，那人正在四处搜寻一件上古法器，开山祖师的遗宝。据说这法器能操控山川地脉。镇北侯当年之所以能在凤鸣山下建死士营，就是借了地脉之力。他说的法器，莫非就是龟甲？将军可有线索？此人是谁？目前只知此人与皇室宗亲有关，官职在6部之内。我已安排人手暗中追查，但京城水太深，我需要你帮我。我不过一介猎户，能帮什么？你可不是普通猎户，凤鸣山的地脉你最熟悉，黑蛟的事你也最清楚。若那人要对凤鸣山动手脚，唯有你能先行察觉。将军待我如兄弟，此事我应下，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我妻女尚在凤鸣镇，若我帮将军查案，将军需派兵护我家人周全。这是自然，我调一队亲卫驻扎凤鸣镇，保护你全家。沈公子，对不起，我没看路。无妨。周姑娘，令祖母身体可好些了？
多亏沈公子当日相救，祖母已大好，父亲常提起你，说你是有担当的男子。周姑娘客气了，令夫待我如兄弟，这些都是应该的。沈公子，你在京城要多留些时日吗？办完事便回，家中妻女还在等着。龟甲在市井，京城这地方不太平。大凤丫头，你爹有信来吗？爹进京快10天了，只托人捎回一句话，说让咱们盯紧北山。北山，黑蛟都除干净了，还有什么好盯的？你看那雾，入前后不该有这种雾，而且只在北路不散。确实不对劲，我带2个人去看看。等一下，爹说过，发现异常不许单独行动，先通知周家军亲卫，组队去。去叫你们头，带上人，跟我上北山。这风是新裂的，地底下在冒气，这味道像是硫磺，又不完全是。不对，这山里有东西。撤！先回去报告。大山，北山什么情况？嫂子，北山地面裂了，往外冒一种青灰色的雾气。我们还看见一只疯兔，浑身长疮，像中了毒。淮安走之前说过，若北山有异变，立刻把这节铁链送到京城给他。这铁链上有龟甲刻纹，是他留下的紧急信物。娘，我送去。太危险，我写信让周家军亲卫快马送去。娘，我画的北山地势图，北路那副古洞下面还有更深的通道，爹爹之前追山妖时走过。如果雾气是从下面冒上来的，裂缝可能连通着地下暗河。你怎么知道地下有暗河？爹爹带我们巡山时教过，看石壁上的水痕走向就能判断。我上个月偷偷去古洞画过一次。写信加急，连夜送去京城给你爹。凤鸣镇800里加急，你妻子派人送来的。北山裂了，有瘴气外泄。这是地火明夷变卦，深处有东西在苏醒。什么东西？黑蛟不是已经除掉了吗？黑蛟只是守门的。老道士说过，凤鸣山下封的不止一头蛟龙，还有更早以前被镇住的东西。黑蛟在时，它的妖力压制着更深层的地脉裂缝，蛟龙一丝硬松动，底下的煞气反而涌上来了。我必须马上回去。我跟你一起去。京城的事还没查完，你不能走。你留在这里盯住那个人。凤鸣山的事，我自己处理。凭此牌，可调动沿途驿站快马和地方驻军，若有需要，随时调兵。爹，里面比昨天更严重了，雾气已经蔓延到半山腰，王家庄的牲畜全死了。村民呢？已经转移到镇上了。这不是普通瘴气，是地脉煞气。龟甲，地裂山崩，无主归来。什么意思？意思是，黑蛟只是个看守，他守着的是更古老的东西。现在看守死了，那个东西要醒了。回镇上，告诉你们娘，把盐场和铺子的存粮全部搬进地窖，通知周家军亲卫封锁北路方圆10里，任何人不得靠近。爹，你呢？我去把洞堵上，能拖多久是多久。
这东西比黑角强了不止10倍。啊！这封印撑不了太久。龟甲上新出的卦象，我从未在任何古籍中见过。老道士说过，凤鸣山下封的不止一头蛟龙。如今看来，真正的天命或许才刚刚开始。